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说啥，我是 Justin， 我是莱文达。今天我们来讲世界最重要的房间。房间？我问你哦，如果有一天就我们人类文明都毁灭的话，那什么样的东西会是最重要的呢？爱人 Nope 机器都死了。食物？那食物的根本也就是从种子来的嘛。那就对了，你不是我对了。对啊，就是我们人类要活下去的话，就是我们需要食物嘛。那食物的话，肯定就是先从种子开始的。圣经里面的那个创世纪那边呢，他们有一个故事，不是叫做诺亚方舟嘛？就诺亚方舟，他不就是说神要惩罚人类嘛，所以他就是安排了那个大洪水，然后淹没整个地球。但是他就是想让诺亚去建了一个很大的方舟，然后就把地球上的那些生物，然后就带去这个方舟里面去躲避这一个灾难嘛。等那个灾难过去了之后，他们这些每一个不同的物种呢，都可以延续生命嘛。那在我们现在的世界呢，有一个地方呢，也是正在做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它就是坐落在挪威斯瓦尔巴岛上的种子库，也是被公认为世界最重要的房间。那斯瓦尔巴种子库呢，它是由挪威政府在2008年呢花了880万美金来打造的，它里面总共能够储存500万种种类的植物种子。那斯瓦尔巴种子库呢，会要求就是把那个种子寄过来的那一方呢，就是每一个种类呢都是要寄大概500颗粒。因为就是有些可能种不出来，有些可能是坏种子，所以它是概率问题。那为什么是500呢？这个可能是科学家他们大概计算出来的可能性存活概率吧，因为一颗种子不一定是能长出来嘛，但是有500颗的话，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那1000颗不是更多吗？对，那就装的更少了。其实斯瓦尔巴种子库呢，它不是全球唯一的种子库，在全世界呢，每一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种子库的，大概有1750个种子库。那么多？对，那挪威斯瓦尔巴种子库就是全球1750个种子库的配项设备。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在全球不同的国家，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种子库，那他们只储存我们自己国家的种子库。就比如澳大利亚，它也有自己的种子库，但它只存澳大利亚的物种。然后呢，这些种子库的地理位置也不是最理想的地理位置。比方说，像非洲的叙利亚这个国家，他们也是有自己的种子库，但是叙利亚不是整天打仗嘛？对。然后他们打仗的时候呢，他们那个种子库就被炸毁了。那如果他们只是把他们国家独有的种子呢存在他们那个国家的种子银行呢，那么战争来临的时候呢，这些种子也是会不保的。所以呢，这些国家呢，为了保安全，他们也把这些种子寄到去给这个挪威的斯瓦尔巴种子库那边。那么容易被炸毁的话，那挪威那个种子库也是很容易被炸毁啊。关于为什么挪威斯瓦尔巴这个种子库会是最安全的种子库呢？就是它有5大的特点。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是我们地球上商用航机能够飞抵达到的最靠北的一个小城镇，那边呢就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群居住在那边，然后常年都是非常的寒冷的，每一年就只有4个月呢是冰点以上，有点像我们欧伊米亚康这样，但它的那个环境比欧伊米亚康好。那它算是最偏僻的国家吗？不算最偏僻的，但是它有机场了，所以各国呢，他们都能够通过飞机呢，把他们的种子寄到去挪威斯瓦尔巴这个地方嘛。然后再跟你说，就是你只要在斯瓦尔巴，就你在那边去死是犯法的。哈？对。但我死了呀，你犯法能拿我怎么样？他们是禁止你在那个城镇去世的，因为那个地方很寒冷嘛，所以斯巴达他们整个地是永久冻土的。如果尸体葬在下面呢，那尸体也是不会腐烂的。他们就是为了防止有可能尸体会有细菌滋生嘛，所有能污染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他们都要排除掉。真的净土。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斯瓦尔巴种子库呢，它距离海平面呢是有430英尺之高的，就是大概131米。如果有一天整个北极圈还有南极圈的冰都完全融化的话，会导致整个海洋的海拔都会拉高嘛。但是这一个高度呢，就是能够防止水也不会淹没斯瓦尔巴种子库。不够高，那为什么不种在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没有飞机可以飞到去那边。直升机。不现实。费用好高。
第3点呢，就是斯瓦巴岛上呢，他们那边的空气呢是非常的干燥的。种子呢，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不能够有湿度嘛，就是空气越湿润的话，他们能够长出来的机会越高嘛。那现在这些种子呢，我只是把它存放在种子库，我并不是希望它能够长出来，对吧？我只是希望能够我在把它取出来之后，它会长出来嘛。而且呢，他们还做了一个保密的工作，就是所有那些被寄过来的种子呢，他们挪威的政府呢都是要求你是要用一种特制的3层铝系带，然后把它密封的，确保真的没有空气，然后没有任何湿气能够进入到种子里面。第4个特点呢，这个种子库它整个外观呢，其实特别的，就像我们看那些末日电影里面的那些建筑物的，就它上面那边都有一个金属反射性玻璃。那它的整个用处呢，就是其实早上的时候呢，它是能够反射阳光嘛，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它就是能够发出像北极光的那种青光。就如果世界末日来临的话呢，你都还是能够找到，它就有点像灯塔的一个作用的感觉，就暗示是在那里，是吗？对啊，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点，其实它这个建筑呢，不是种子库的真实所在地，它只是它的一个大门。其实那种子库真正的地方是在它这个建筑后面100多米深山里面。就它是下面就是有一个大门，然后我们打开那个大门，不是直接就能够抵达种子库的，往下走，然后你就要一直走入一个非常大概有100多米的隧道，然后呢才会抵达种子库。为什么要往那么里面？对，这个就是它的安全性所在了。这整条隧道呢是有加厚了大概有1米的格温泥土墙，这个墙呢是能够防止如果发生山崩的事件的话，那这一个隧道也不会倒塌。而且呢，这整个隧道呢，它有5道的防爆门，所以它整个安全性呢，就跟美国那个储存黄金的库子呢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在那个地方发生了6.2级的地震呢，又或者是有那种核武器轰炸那个山周边的地方呢，这个种子库还是会完全不受影响的。为什么要炸掉那个种子库呢？可能不是人类炸，可能是外星人炸。外星对，但他们就做到，哪怕核武器炸过下来，这个地方也还不会受损害。你又知道外星人是用核武器，可能更厉害。他们可能更厉害，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哪一个，他们只能够去联想到我们人类最厉害的那个武器，就是核武器嘛。现在存在，所以他们只能做到这一个点。然后第5个重点呢，就是它能够常年的保持在低温之下去保存种子。这个种子库呢，现在它们的里面的室内温度呢是零下18度，但是这个零下18度呢是里面有制冷气而达到的一个温度效果。就它不是真正的零下18度，本来没那么冷，本来没有那么的冷。那现在呢，他们是用着制冷机来让整个仓库常年保持在零下18度以下。制冷机不需要电吗？制冷机需要电，但是重点就是，如果有一天就世界末日来临，这个制冷机没有电源了的话，这个仓库呢还是能够保持在零下6度左右。那这一个温度呢是能够维持上百年的。为啥？因为它下面永久冻土嘛，然后它埋在深山里面嘛，所以它自然就能够有零下6度的这个常年的保温。所以斯瓦尔巴种子库是被视为能够重启农耕文明、延续人类生命的希望。我觉得还有第6点。什么点？那边有很多北极熊。然后呢？它可以当我们植物种子的守卫。就天然的那种守卫玻璃感是吗？就是我们人类植物种子的守卫。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种子库呢，现在大概有100万个不同的种类，而且呢，所有基因改造的种子，像我们现在吃的一些无壳西瓜呢，都是不能够被存放在那边的，他们只接受原种 original 的种子，基因改造过的种子是不能够送过去。但基因改造也对人体不好。对，所以他们就不收了。
斯瓦尔巴种子库，其实这整个概念呢是有一个博士叫加利弗呢他所延伸想出来的。农作物种子呢是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呢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我们能追查到的是大概有13000年的历史嘛。那在这13000年的历史里面呢，我们人类呢其实出现过很多的不同的农作物种子。其实很多以前的种类呢都是属于灭绝或者是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第一个就是天气气候的不同，然后第二就是土壤的改变。就以前能够种的种子呢，可能因为随着土壤质量不一样了，然后就种不出来了，所以就变成慢慢的就是被灭绝、被替代了。所以如果他们提早把那个种子送过来，可能以后土壤再可以种的时候就不会灭绝。就因为我们不能够知道以后世界末日发生什么事嘛，那我们就只能够尽量的把越多种类的种子存起来越好。因为今天能够种出来的，比如番茄的树的种子，可能世界末日之后它是种不出来的，但是可能是500年前的那一个种子的种类是能够种出来的。就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能够种出来的，可以种出来。对，根据福尔博士他所做的研究呢，就是在美国过去的100年呢，有93%的蔬菜水果种类呢已经是灭绝的。然后我们今天大部分人类每一天的饮食呢，其实就是有最基本的30个不同的物种呢，就能够提供了我们95%的每一天的饮食的东西。其实这个博士他特别的有印象的事情呢，就有一天他在他自己的办公室工作，然后他的秘书就走进来，然后他就说，我特别怀念我以前小时候吃过的一个苹果，那个苹果的品种叫做 Magnum Bonum。然后他就翻了以前的那种历史资料库，他说，他真是有这个 Magnum Bonum 的苹果的哦。然后他就说，但是我现在都吃不到了。然后那个博士就说，那你还记得以前小时候你是在哪里吃过这个苹果的吗？然后说，我是在一个叫做 Willie Orchard 的一个农场那边吃过这个苹果的。然后这个博士就去谷歌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农场到现在还有在营业嘛。然后他就开车，他就开车去这个Willie Orchard 这个农场那边。然后到了那个农场之后，他就敲门，然后就那个农场的主人就出来了嘛。佛勒博士就问，你这边呢有没有这个 Magnum Bonum 这个苹果嘛？他就说，我就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会过来问的。然后说，来，我带你走。然后他就开他的那个卡车，就把这个博士载到去那农场那边了。然后呢，他就说呢，因为这些年来呢，这个 Magnum Bonum 比较不受欢迎嘛，种植的成本低高很多，那他们就把那些 Magnum Bonum 的树都砍下来了。但是他们就知道还是会有人欣赏这个 Magnum Bonum 的苹果的，所以呢，他们也没有把所有的都砍完，就还砍剩3颗 Magnum Bonum。苹果的，对，然后他就到了那个树那边，他说，这个就是世界上仅存的3棵Magnum Bonum苹果的树了。幸好，就幸好他还有保留，所以他最大的期待就是他想要在他有生之年呼吁更多各国不同的政府，就把你们有的植物种类的种子都先存起来，好让以后的世人，如果他们有必要的话，他们还是有机会去尝到我们50年前、500年前的植物们。好伟大。对，这也就是斯瓦尔巴种子库我觉得最大的意义。这一个计划呢是得到了全球各国的政府的认可，他们都有寄放这些种子去挪威斯瓦尔巴种子库的，包括了北韩。就是北韩他们不是时常都是好像跟全世界的人都过不去嘛，对吧？就他们独有自己的。你是觉得北韩不会听中文是吗？不会听中文。北韩也有 YouTube。